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江苏南京。今天我们来参观一个叫做美龄宫的地方。听名字大家应该猜得到，这个跟宋美龄有关。没错啊，这就是上个世纪蒋介石和宋美龄经常来居住的地方，从而呢叫做美龄宫，也可以称得上是他们住的别墅或者行宫。蒋介石的行宫之前我们也看过很多，像在西安的西北行宫，还有在江西庐山的别墅啊。那么这个美龄宫呢，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称呼，在上个世纪呢被称之为远东第一别墅。有这个名字呢，肯定是非同一般，不管是从建设的豪华程度、规模等等，应该都是数一数二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座美龄宫看一看。别墅就在那个位置啊，看起来是非常气派。它这里是收门票的，单独30块钱。不过由于这个美龄宫属于在中山风景区里面，这一个地方呢有很多景点，从而呢有一个套票。你像明孝陵、美龄宫、灵谷寺等等加起来，它是100块钱，优惠了不少。我就买了一张，因为明孝陵我也会去。大家看看，别墅是在那个树木包围中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梧桐树啊，被称之为法国梧桐。你来到南京，来到中山风景区，到处都能看到梧桐树。据说是当年宋美龄非常喜欢梧桐树，蒋介石呢就下令在南京各个地方种植这些法国梧桐，这些树木都非常大呀。宋美龄呢不光是喜欢梧桐树，她还喜欢一些桂花树。那些桂花树呢，很多时候是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手种植的。你像在西安那个蒋介石的行宫就有他们种植的树，现在还在。这个别墅确实是非常气派呀，3层的一座别墅，单单看这个规模，就比我们之前看的蒋介石的行宫，还有一些别墅更壮观、更豪华。这栋别墅是1931年开工建设，后面有遭遇停工，1934年才彻底竣工。这个别墅一开始也算是为蒋介石建造的，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呢，蒋介石没有入住。那么这个别墅当时就变成了来拜谒中山陵那些人员休息的场所。那个时期，这栋别墅呢叫做官邸。蒋介石是到了1945年之后，和宋美龄呢就多次在这个地方居住。这栋别墅叫做美龄宫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延续下来了。这一座美龄宫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，就是从空中的画面可以看到像一枚项链，而那个官邸呢就是宝石吊坠。这个大概是2015年被南京人发现的，当时被称之为是最美项链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当时建造别墅的时候，蒋介石授意负责建造的人员将整个这一块区域建造成项链吊坠形状。不过呢，这个没有得到证明。也有一种说法，这个项链形状纯粹是巧合。那么大家觉得是巧合还是特意的？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很多人都说这个基本上是特意建造成这种形状的。这个美龄宫建造还有一些故事。当时一开始建造的是富丽堂皇，招来了很多非议，因为它的造价远远超出了预算，达到了36万两银元，很多人都反对，从而呢一度停建，也就是说渐渐停停，直到1934年才竣工。这栋建筑到现在刚好是90年的时间，它是宫殿式的建筑，确实看起来比较像3层的。现在准备去里面看一看。在这个大门还停了一辆车，这是通用别克的汽车，上个世纪30年代的。大家看影视剧的话，应该经常看到过了。它开门的方式都有点不一样。它这辆车呢是当时这个官邸专用车，30年代到40年代初使用的。这人也是挺多的。这个中山风景区、明孝陵、中山陵，包括这个美龄宫，每天前来参观的人还是挺多的。进来之后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地方和其他别墅是不一样的，要不上去，要不从左右两边下去。这里有一个小房间，看看是干嘛的。这个是叫做应接室，相当于是接待室、等待室。
当时来访的金正大员以及各界人士等待蒋介石接见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这里。这里面的物件呢是复原的，在美龄宫里面还保留着很多以前的老物件，就是家具、沙发等等。等一下我们能够一一的看到。这个地方在以前是坐着一位接待客人的警卫员，他负责记录和传达来访人员的信息。先去1楼看一下，一般1楼都是蒋介石身边工作人员居住的，蒋介石的卧室、办公室应该是在楼上。这是一个侍卫室，相当于是一个办公室，用来安排蒋介石身边侍卫人员工作安排、值班事项、备查进入、领用物品、交接等等。据说蒋介石当年疑心很重，想要进入他的侍卫部队，都是要经过层层选拔的，更不要说是他的贴身保镖了。能在美龄宫担任侍卫，基本上都是万里挑一的人物。同时呢，据说蒋介石身边的侍卫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换一批。在这个墙壁上有很多画，这些都是宋美龄她亲自画的。宋美龄可以说是一个才女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你看这些画的都非常不错，像这幅画展示的是赏梅图，这里还有一个秘书室，这是蒋介石值班秘书的寝室。蒋介石的秘书有很多啊，值班秘书、生活秘书、机要秘书等等。里面呢配备了简单的生活用品，在内部呢还有一个专门的洗漱间。它这里是24小时有人值班的，从而呢必须要在这里休息。卧室旁边就是秘书的办公室，单单看面积就知道这个秘书呢比较重要。他在那个时候称之为通讯员，主要是把公文、报刊、函件等在此分类之后整理给蒋介石阅读，同时呢也是传输一些命令等等。这个人呢一般就做事比较细心谨慎，精力充沛，工作高效等等。南京这个地方冬天是比较冷的，那么蒋介石和宋美龄住在这个别墅一定也是需要暖气，这个是气炉间，相当于我们说的锅炉间，向整个别墅供应暖气和生活热水的工作间。它这个地方是烧煤，烧开之后通过上面那些管道输送到各个房间去。1楼就参观完了，现在去2楼看一看。估计2楼、3楼应该就是蒋介石的办公室、书房、会客厅、会议室、大厅等等，还有宴会厅。它这个别墅跟我们之前看的还是有点区别的。这里从大门进来的话，直接要上一个楼梯去2楼。先来左边看一看，这边呢属于蒋介石的办公室。蒋介石来别墅居住的时候，就在这里办公。看看里面的环境，这里面的布局是按照1931年当时建造这个别墅的建造图，以及根据当时一个人的回忆录来复原的。这里面的沙发、办公椅以及上面的吊扇和取暖壁炉都是美龄宫的原物，就是在这里呢大概有90年的时间了。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，蒋介石当年就是在这里办公的，或者是说在这里思考问题。办公室的隔壁就是会客厅，是蒋介石夫妇接待会见宾客的主要场所。当时呢这里可能是非常热闹，很多社会名流呢都会在这里见过蒋介石。当时呢蒋介石还在这里会见了一些美国人。在这里还有钢琴，一般宋美龄居住的地方都有钢琴。我们刚刚也说了，宋美龄呢是琴棋书画基本上样样精通，钢琴呢也不例外。这个钢琴呢也是进口的。在客厅隔壁就是大厅，是当年举行大型宴会、酒会、招待贵宾的活动场所。整个大厅的装修风格属于西式风格，高大、宽敞、明亮。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长桌，摆放着西式餐具、水果、面点等等，应该是复原了当年这座别墅里面举行宴会的场景。这种桌子、这种摆放呢在现在很多酒店里面也有。在当时能够来这个地方参加宴会的人，身份可不一般。眼前看到这个建筑，很多人来这里可能不太会关注，这个就是取暖设备。冬天南京比较寒冷，
如果在这里举行宴会的话，里面没有暖气是不行的。这种暖气设备在整个大厅是有4个，它是镶嵌式的，能够保证大厅里面的温度一直保持在24度左右，这个还是非常舒适的。2楼是蒋介石办公会客的地方，那么3楼可能就是他的生活区、居住、吃饭的地方。一到3楼就看到一个机要秘书室，主要呢是供机要秘书起草处理重要的来往函件、讲话稿以及接听电话的地方。这个就是秘书的一种了。办公室的面积也挺大的。这个别墅装修的确实是富丽堂皇，它顶部全部是采用专门的材料，并且呢全是回字形。又看到书房了，蒋介石的书房和办公室是分开的，当时呢他就经常在这里读书看书，可能有时候白天呢他想休息的话也会在这个房间。前方那一块区域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了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次卧，它是蒋介石的卧室。由于蒋介石、宋美龄2个人生活习惯不同，从而呢他们住的话是分开的，有一个主卧一个次卧。不过呢这2个卧室是相通的，就是都在隔壁。在生活习惯上，蒋介石呢比较严谨，宋美龄呢比较随意。蒋介石一般习惯晚上10点钟之前睡觉，早上6点起来。宋美龄的话就睡得比较晚，一般凌晨1点睡觉，早上11点钟起床。这样的话2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同，可能呢就是为了不打扰双方才这样分开休息。蒋介石的卧室家具是简洁的红木家具，是以前别墅留下来的。隔壁就是宋美龄的卧室了，也是这里的主卧，明显的看得出来光线是非常好的。在这个卧室外面还有个阳台，每天早上呢其实是可以看到旭日东升的日出场景。不过宋美龄有没有起来看就不知道了。这里还有个小餐厅，应该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吃饭的地方。他们2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，其实吃东西也不一样。宋美龄呢，由于在美国生活的比较久，她主要是吃西餐、面包、牛排等等，而蒋介石呢，就是吃我们传统的菜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当时厨房做菜的话，基本上是要做2种类型的。这个别墅大体我们就看完了，只是看一部分，因为里面房间确实太多，看不过来，并且呢，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很多。这个别墅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富丽堂皇，我估计当年呢，比现在更豪华、更奢侈，只不过时间太久了，有一些呢已经有所变化了。在这个栏杆上面还雕了一些凤，这应该也是当时凸显宋美龄身份吧。那这个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别墅我们就看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下个视频再见。